又回到我们 Scratching 和 Dancing with 的时间啦。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今天是又要开始讲鼓了，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打算要讲 Scratch 的技巧，而是我打算要说明在 Raker Hand 的这个部分，我该怎么做摆放，该怎么去做动作。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项，因为我之前已经有讲过说，像是这种吸带式唱盘跟这种一般唱盘的差异性，还有这个 fader 跟我们 DJ 常使用的 mixer 的差异性。那为什么我到了今天才跟大家讲说，在 Raker Hand 的部分该怎么摆放？那是因为我认为说，先让大家去认识这个唱盘，还有唱片 Fader 以后，接下来我再讲什么，你们才会比较容易听得懂。而且我接下来所说的一些问题，可能你也会在这一段时间遇到过，所以我讲了以后，你可能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首先大家先看到这里。就是一般我们 DJ 的设置是左右各一个唱盘嘛，然后再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我一样都是选择用左边来 scratch， 有些人是用右边来 scratch， 对吧？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说左右边的手应该做什么样的摆放，尤其是我所说的，在这个教学我会几乎是以小台的唱盘机来做教学。所以我接下来所说的手摆放的方式是以小唱盘为主的。好了，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唱盘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们在做 Scratch 的时候啊，跟做一般放音乐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在做 Scratch 的部分啊，我们注重的是手指能够控制 Raker 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如果你比较多手指在你的唱片上面的话，你所能够做的一些 Scratch 的技巧变化也比较大。那基于这一个原因在，我会跟大家讲说，你唱盘要尽量能够摆在稍微高一点的部分。如果说只是一般放歌的 DJ， 或者是使用 CDJ 的 DJ， 他们可以把唱盘放低一点没问题，他们可以放在大概你的屁股、髋骨这个位置，没关系。如果说他们不常去做 Scratch 的动作的话，可是如果说像我们这种比较 old school 的 DJ， 使用唱盘放歌，还有常会做一些Scratch 技巧的 DJ 来说的话，以我建议是尽量把你的唱盘放在你的肚脐的位置，在这附近，可以稍微再高一点点。如果再低的话，会比较不好做一些 Scratch 的动作。好，我们现在看到唱盘这个部分，刚才我所讲，唱盘我会建议比较放在你的肚脐部分的位置，稍微高一点没关系嘛，对吧？这个原因是这样的，我有说到说，你尽量要把你的手指能够放在唱片上面，你才能够做比较多的一些 Scratch 的变化。所以，当你放的唱盘太低的时候，你的手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大拇指会碰不到。如果说它在太低的部分的话，那这样子你所能够做的 Scratch 的动作也会被受限制很多，因为你会没办法使用大拇指的力量去做一些声音上面的一些变化。再来就是另外一件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放低一点，让多一点手指碰到的原因是这样。以我来说，我的手掌非常的干，对于 DJ 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的一大的
致命伤，因为我的手指干到说，如果我不加一点水在上面的话，当这个唱片在旋转的时候，我的手指要停住这个唱片，需要很大的力量，而且如果说我使用太大的力量，就会造成我的下面的唱盘部分会跟着唱片一起停止，因为我太大力去压它。所以像我们这一种手太干的人啊，我们很常会需要舔手指。大家应该曾经有看过，有一些 DJ 他们在做 juggling 或者在做 scratch 的时候，他们很常在舔手指，就是因为他们手指是属于太干的一个状况，就跟我一样。但是我是属于极度干，我要一直补水，一直补水。所以各位可能之前有看过，我这里摆了一块布，我这一块布是湿的，那我是一直在摸这一块布去补充水分，不然的话我的手很难做 scratch 的动作，我根本就停不住那个唱片。那这个部分也跟我所说的你的唱盘要放的高度有关系，因为如果说像我所说，如果放太低的话，只有手指尖的这个部位去碰触到唱片，而我们手指又太干的话，唱片会一直跑，我很难停住它，所以我必须要放高一点，把唱盘放高一点，我的手指才可以很自然的让我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大拇指都在我这个唱片上面。那我要做的一些变化也会比较好做。再来就是我会稍微比较好停住这个唱片一点点。这个是唱盘要摆放的高度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要讲说，我们 Raker Hand 在做 Scratch 的时候该怎么去做摆放。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一般的唱盘跟 Mixer 这边。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小唱盘它使用的是这种小张的唱片，对吧？所以那当然你的 Raker Hand 的摆放位置会跟一般的这种12寸的唱片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哦。7寸的唱片太小，所以说我们的使用这种7寸唱片 Scratch 或者是习惯使用7寸唱片的人，我们手掌会有一半的部分会在这个中间 label 这个部分。如果是使用一般12寸唱片的 DJ， 他们的手掌会完全在 label 外面，就是中间的贴纸的外面。因为我说过，我们这种7寸唱片的使用者啊，我们会有一半的手掌在这个 label 上面，所以它摆放位置会像这样。我的无名指会几乎都是在中间的 label 的部分，而在外面这一块黑色的部分会是中指、食指跟大拇指。这是我所说的右边的部分，中指、食指、大拇指在 label 外面的黑色部分，而无名指跟小指头是在 label 上面。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左边，左边来说的话，我习惯的摆放位置是这样：大拇指、食指、中指一样也是在 label 外面的部分，我的无名指会刚好在于这个唱片的边缘，而小指头就会在唱片的外面了。但是这个部分大家会注意到，我曾经说过说，两边都是我们手掌会有一半会在 label 的上面去盖住 label。为什么这边没有呢？其实这边是在我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在这个唱片旋转往前旋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的手掌就会有一半会在 label 上面。那这个部分我接下来再来解释什么状况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我们回到这个小唱盘这边。小唱盘这边，我先摆
我习惯的位置给大家看，大拇指、食指、中指是在 label 的外面，那无名指是在唱片的边缘，小指头完全是在唱片的外面。而我所说的有一些 scratch 的动作会造成我的手掌盖住整个 label 是这个样子。之后我会讲到一些技巧，它会是叫做 step 技巧。这个动作它会是越刮这个唱片会跑越前面。如果我在做这种 step 的动作啊，我的手指、食指、中指会因为做 step 的动作而有一半的手掌盖住这个唱片。而做右边 scratch 的人会是怎样呢？会是这样，在做 step 的时候一样哈，食指、中指跟大拇指在唱片上面。我在右边在做 step 的时候一样，当他在做 step 前进的时候，就会变成几乎整个手掌都盖住 label 了。这个是做右边 scratch 的人的手指 breaker hand 的一个动作的走向。好，接下来我来解释说，在做 scratch 的时候啊 breaker hand 该怎么去做推的动作。OK， 这个部分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 scratch 的时候啊，我们往前推跟往后，主要是靠着肩膀这一块去做推进跟后退。如果是做之后会讲到的一些比较进阶的动作来说的话，会需要做到手腕的上下变化的动作，而这个上下变化的动作就会很需要使用到手腕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要把唱盘放到这个高度？因为你如果放太低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做到我刚才所说的手腕的部分。你要稍微拉高一点，即使再高，高到快要到胸部也没关系，你才能够将你的从你的手肘到唱片这一个部位是几乎平行的，而它几乎平行的，你才可以去做这个上提跟下压的动作。所以这也是我所说的为什么它要差不多要在肚脐这个位置，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你的手肘到手掌这个部位跟唱片会是平行的，这个是最佳的位置，再稍微高一点也没关系。OK， 这就是今天主要的内容。这几天大家多练习一下之前我所教的一些 scratch 的动作，然后你依照我所说的把你的唱盘，然后还有手指该摆放的位置去做一个练习，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我说要这样子摆，而且经由实际去 scratch 以后，你也才能够真正能够了解说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摆放的方式是什么。因为这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是一样，你要找出一个对你来说最舒服、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去做 scratch 的动作，接下来你才能够随心所欲的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嘛，对吧？好吧，那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一个位置。OK， 那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见 ，Have a good one。